你花了好几个小时剪好一支影片，按下上传，然后呢，很多创作者以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交给运气了，上传就上传了，剩下的就看演算法上不上链。但如果我告诉你，上传之后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其实决定了你的这支影片接下来一整个星期会不会被推出去呢？今天我要把上传之后你应该做的事情拆成4个阶段，一步一步的去告诉你每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Hello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领取。首先，第一个阶段，公开前的准备。先讲一个底层逻辑 ，YouTube 不是在发现你，它是在调查你。它会先把你的影片推荐给一小群人，观察这群人的反应，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推。而这个调查的第一步，其实是从你按下上传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它需要足够清楚的信号，才知道应该把你影片放进到哪一群人的推荐列表里面。问题是，大部分的创作者上传完，标题随便打一个，描述写2句话就发布了。标签这件事现在权重已经很低了，填不填其实影响有限，但是标题描述没有准备好，才是真正影响你的影片是否会被推荐的地方。这等于你自己把最重要的信号藏起来，不给 YouTube 看。所以我自己在上传影片的时候，可见度会直接设成不公开，标题和描述也趁着上传的过程中一次打好，不是等影片跑完才回头补。准备好了之后，先不着急切成公开，给自己一点时间再检查一次。这一步我自己是用 vidIQ 在做的，它是一个插件，直接装在了 YouTube Studio 里面有，不用另外的去把链接丢到别的地方去。你在填写影片资讯的那个页面标题栏的下方 vidIQ 就会直接列出几个它推荐的标题，还会附上评分，让你比较哪一个吸引力比较强。描述栏位上面它也会给你优化过的版本，可以直接参考着调整。这2块才是真正有权重的地方，连缩图你都可以先丢上去看它给你评分，还会告诉你具体哪里可以再调整，觉得不够好还没公开之前都能改。标签栏位下方 vidIQ 也会列出跟影片内容相关的标签建议，你顺手把最相关的几个填上就好了，当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不用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如果说你想试试看，影片下方会有链接，你可以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Grayson30， 可以拿到30%折扣。等你把这些都准备好了， YouTube 拿到的不是一支资讯零散的影片，是一份完整的介绍信，它才有足够的信号决定要把你推荐给谁。准备好之后，还有2件事情公开前你一定要做。第一，就是做一次静音测试，把影片静音，只看影片的前5到10秒的画面。现在观众滑到你的影片的时候，系统预设就是静音自动播放的。如果你的画面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看不出这支影片在讲什么，那么你就等于直接放弃了一批本来可能会点进来的人。第二，就是把你的标题念出声音，听起来拗口的标题，观众读的时候也会觉得卡，这是最简单但是最常被忽略的一步。你会发现你自己念不顺的句子，往往就是点阅率比较低的那种标题。第2阶段，公开后马上接力。影片一公开，你要做的不是等，是主动帮它接力。这里的逻辑是，与其让新影片从零开始，慢慢的去等待演算法发现，不如直接把已经被验证过的流量引导过来，给它一个起跑点。为什么要尽快做呢？不是隔天再慢慢弄，因为新影片刚公开的时候， YouTube 会先拿去做一次小范围的测试，看一下第一批观众的反应，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往外推。你在这个测试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先帮他塞进一批本来就对你内容有兴趣的人，这批人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到测试的结果好不好看。等到测试都做完了，你才想到做这些事情，能补救的空间就小了很多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回去找出你频道里面现在还在稳定产生观看量的旧影片，把他们的片尾画面改成只上这支新影片，不用整个频道的影片都改，挑2到3支现在还有自然流量进来的旧影片就可以了。
的，进到那支旧影片的编辑页面，找到片尾画面的设定，把原本指向内容换成最新上传的影片，这样以后你每次发新影片，这几支旧片都会自动的导过去，不用你每次都是手动的重新设置。这几支旧影片本身已经证明过它们内容能够让观众留下来看完，你等于是把一群已经被验证过的会被你的内容吸引到的观众直接介绍给他们新影片认识。第二件事情就是把新影片加进到一个相关的播放清单里面，这不只是分类而已，而是当观众看完你的这支影片，系统就会自动的接着去播放清单里面的下一支，你就等于是把观众留在你自己的频道生态圈里面了，而不是看完就被推出去别人的频道。留存的时间拉长了， YouTube 看到的满意度讯号也是会更加完整的。比如我自己的频道 YouTube 频道运营教程、 YouTube 新手教程、工具的教程，这几个主题都是有自己的播放清单的。每次发新片的时候，我都会先想清楚它应该是属于哪一个播放清单的，而不是发布完之后才临时决定。这支讲上传流程的影片就会被放进到 YouTube 频道运营这个播放清单里面，让看完的人能够接着看到同类型的内容。还有一个小细节顺手一起做，就是新片本身的片尾画面也不要留白让系统自动选，你自己要想清楚这支影片看完的人接下来最适合去看哪一支，你直接可以手动的指定，而不是去交给演算法随机配对。如果你的影片是长影片，还可以顺手剪出几支短影片导流回这支长影片里面，这部分我之前有专门做过一支教学影片，示范怎么去把长片快速的剪成短片。想深入了解的话，你可以现在点击右上角出现的影片。工具的话，我自己使用的是 Luca Clip 在剪，剪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发布，在上传的过程中你可以设定导入回长片。第三阶段，留言区的经营。上传之后，留言区不能是一片空白，空白的留言区对于第一批来的观众来说，会有一种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人在看的感觉，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要不要留下来，要不要愿意打下第一则留言。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你可以自己先留言，你可以抛出一个问题，或者是补充影片里面没有讲完的观点，又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实际操作的心得。那就以我这部影片为例子，我就可以留言去问你自己在上传影片之后通常会先做这4件事情的哪一件，也可以补充到这4个阶段熟练之后，其实10分钟内就能够做完一轮，或者是留言分享片尾导流这一招，我自己试过之后，旧片的流量真的有被带来一部分，然后你也可以去置顶你的评论。第二件事就是回复留言的时候不要只说谢谢，如果有人留言说很有帮助，你可以多一句，比如对方留言这支影片很实用，你就可以回谢谢，那你自己目前卡在哪个阶段，是片尾导流还是留言互动呢？这个小的动作就会让对方愿意再回来留言一次，而不是留完就没有下文了。你等于是自己在留言区制造出一段又一段的对话，而不是单向的感谢。第三件事，如果说你也习惯在社群贴文里面分享新的影片，不要只写一句快去看，你可以补一段影片里面没有讲到的观点，或者是荧幕背后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可以写这支影片里面没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片尾导流这一招其实在小频道身上的效果是更明显的，因为能够借的旧片流量本来就不多，一支导对了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有些观众在首页上面滑到你影片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点进去的，但是他们愿意花时间去看一则有内容的文字贴文，这反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入口，把他们重新带回到这支影片上面。第四个阶段，创作者的心态保护。第四个阶段是最多人忽略的，但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你不要去疯狂的刷新后台。影片刚上传的前几个小时，数据量根本还不具备参考价值，你如果只是因为点击率比平常低一点就冲动的换掉缩图，反而可能打断了原本正在测试的节奏。你看到的那个小小的下滑，很有可能只是样本数太少造成的正常波动，不是你的内容真的出了问题。真正该做的就是把后台检查拉到
长达1周或者是1个月为单位，冷静的去看整体的趋势，比较这段时间里面表现最好和最差的影片差别在哪里，而不是每支影片刚上传就是每分钟都在刷新后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你的新影片随手就分享给不相关的亲友，如果他们不是你这个主题的精准受众，点进去看了几秒就关掉了，这对于演算法来说反而是一个负面的讯号，他会把这个反应当成是一种这支影片对于这类观众来说不够有吸引力的证据，除非你的亲友刚好就是你内容的目标观众，不然这一步宁可不做。你今天做的这4个阶段能不能够稳定的被你重复执行，决定了你的频道是不是真的有一套系统在运作，而不是每支影片都在重新开始。不过这4个阶段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就是你的上传的整个流程本身是没有走偏的。如果你一开始这一步就做错了，后面做的再多都是很难补救回来的。现在你可以点击画面上面出现的这支影片，它会带你走一遍正确的上传流程，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